首先祝贺中国男团获得奥运团体冠军。这一次集体拿到冠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吗？那作为我来说，这次比赛就像赛前说的，对于只参加团体赛，那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跟身边的伙伴们一起努力去捍卫男团的荣誉。然后我觉得最终结果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还是非常开心，也很感谢两位同伴的同时，身后还有很多支持我们的球迷也好，还有我们整个团队的陪练以及这个辅助人员，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作为团体比赛的时候，自己也是通过几天时间的调整，进入到团体赛当中，也是非常开心和龙哥和同学一起获得男团冠军。每一届奥运会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在本届奥运会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其实我觉得在昨天的这个男团决赛里，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的。尽管看上去可能是大比分是3-1，其实3场比赛都是3-2。从第一场方案来说，我们在第一局领先的时候没有拿下来，然后再到2-1领先，再到2-2，我们都顺利拿下比赛了。我觉得对整场还是开了一个好头。对于我来说是很艰苦的，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比赛的第一场双打，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包括第一局还是输掉了以后，因为包括双打这一场球的重要性，也是能带入到下一场比赛当中。因为1-0和0-1，它的这种概念是不一样，对不对？决赛现场的观众加油声特别大，中国加油喊得特别的整齐。此刻有什么想对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说的吗？确实这一路走来有很多经历了很多吧，不光是从单项开始的第一天就能够感受到很多，无论是欧洲的观众还是现场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当然也有很多欧洲的球迷是为外国队加油，但是其实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这些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球迷为运动员欢呼，才能够让运动员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当然也很感谢这么多中国球迷，可能也是从中国来到法国来去特意为中方球队加油。我希望他们这趟旅行是值得的。全世界多元度也都非常盛大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都可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去享受。我觉得从中方从赛开始的第一天，我们自己就参与到了比赛当中，一直到最后一天，其实一直都能感觉到中国观众包括外国观众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的热情与喜爱。他们的存在才让这项运动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才让乒乓球越来越有魅力，越来越有更多人喜欢。龙队作为中国首个奥运6金王，4战奥运，4次奥运之旅分别有怎样不同的体验和感受呢？确实是奥运会不同于其他比赛的，不管你参加几次奥运会，但我觉得每一次奥运会都是一个崭新的奥运会。我觉得奥运会是每一个学运动员梦寐以求的舞台。当然，能够拿到奥运冠军更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你拿到单打冠军的时候，我觉得也算完成自己作为运动员的一个大满贯，或者是拿到奥运会单打金牌这样一个完成个人的一个运动员的梦想。再到东京的时候，当时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在特殊的情况下，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然后能够跟队友一起完成为国家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也是一个满意的答案。当然，这次在巴黎，其实在法国能够感受到在全世界主攻这样一个舞台，然后感受到欧洲人给我们加油这样一个氛围，还是跟之前以往的一次比赛都不同。当然，其实身边的人也有不同的更迭，能够在跟年轻人一起为国而战，拿下这个金牌的指标，还是非常开心。有网友评价马龙的双打搭档从70后到00后，这一路走来，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对于
乒乓球这份热爱是不变的，对于为国而战、为了拿下比赛这个欲望是没有变的。现在还是除了年龄上的变化，你还要跟上不同时代的变化。在这届奥运会第一场比赛中，观众席的观众举出了一张横幅，马龙不止巴黎见。这次的巴黎奥运结束了，大家也很关心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其实之前把自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比赛当中。如果我觉得真要做出什么选择的话，自己一定会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沉淀下来，才会有一个好的明确目标。现在一切都很难说。德国老将波尔今年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奥运之旅，我们看到了你和他有很多合影，你是怎么看待这位朋友的？我觉得波尔是影响着很多年轻运动员嘛，这个运动员当中也有包括我。波尔也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一位运动员，他也非常绅士，他在中国也有很多的朋友和球迷，他也经历了中国很多轮的这种更迭，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尊重。我也没有想到波尔能够在这个年纪为了乒乓球还能够保持这么高的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这是他最后一届奥运会，但我还是祝福他未来的路走得越来越好。很多观众朋友说，因为马龙让我们相信热爱的力量，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你怎么看大家的这种观点？我觉得这就是体育带给大家的魅力吧。除了是本身技术或者是技战术环节，它在精神层面上影响着很多人，可能教会你在你遇到困难，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面对它，甚至是怎么使自己更强大。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人积极向上的一面。我们看到了现场有个外国的小朋友见到你特别幸福，也要到了签名。这位小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很想去中国旅行，你推荐他去哪儿玩呢？他来到中国哪个城市都会让他大吃一惊，都会让他感觉到惊叹。对于那些将你视为偶像的年轻运动员，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希望这些小球迷们能够努力训练。我觉得努力是成功道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点吧。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所爱。拿下大满贯，赢的那一刻，心中在想什么？来参加单打跟团体两个项目，当然希望能够收获很好的成绩。但我觉得从过程中并不会去想这些嘛，这些我觉得都是外界赋予它的一些其他意义。作为运动员本身，更多的可能就是在赛场上倾尽全力去争取胜利。你已经取得了超级全满贯，那么在未来，你还希望在哪些方面继续突破？你的赛场梦想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个想法。之前的比赛中，有没有哪一场对你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或教训？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把关注的点放在我跟欧美最强的那场比赛上。整个奥运之旅吧，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在男单夺金后，你被王浩教练高高抱起，当时感动了很多人。现在回想到现场的情景，你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认为在那样的场景下，其实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都不会去考虑过多个人的一些和隐私。我认为更多的可能都是想着为国家、为队伍、为这个集体能够做些什么。我觉得能够赢下比赛，为中国争光，其实也是一种属于一种情感上的这种释放吧。这次是你的首届奥运会，首次登上奥运舞台是什么样的心情？既有兴奋，也有忐忑。奥运会和其他比赛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还是性质上不一样，它是一个综合型的运动会，是一个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盛大的一个舞台。毕竟它是4年一届，每一个人的这种运动生涯，它没有几个4年吧。拿下男团冠军，大家都知道你及时调整了状态，这么快的时间是怎么调整的呢？我觉得其实时间上来说还是相对
经历，就是包括那几天王浩指导，包括肖指导都跟我沟通了很多，怎么样去摆脱，怎么样去重新面对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体系。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他每一届奥运会的经历都会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感觉是这样，但是可能到了下一届的时候，又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比赛当中去总结得与失，然后去让自己变得更好。肖战指导对你的成长帮助很大，肖战在每场比赛中都激情地为你呐喊加油。能分享一些他对你的临场指导和建议吗？有什么想对教练说的话吗？中国乒乓球队有很多优秀的教练，我觉得，但是真正教练坐在场下给运动员指导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引导运动员的思想，然后再用他的一些思想来去带动这个运动员，包括给予运动员这种信心。对于正在学习乒乓球的小朋友们或年轻运动员，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希望每个人都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希望他们都能从这项运动中感受到快乐，希望能无论是从体育带入到生活，还是未来怎么样，都能学习到体育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刚拿到女子团体冠军，大家说一下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我觉得。然后其实也是从东京我们一起站到了巴黎吧，我觉得。然后其实还是非常开心能够最后完美的这种收官吧。其实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最后一枚金牌，我觉得我们最后能够赢下来还是无比的荣耀。一样吧，也是非常开心，然后很荣耀。领奖的时候，大家喊1、2、3去领奖，当时是谁提议的呢？其实我觉得团体赛嘛，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这种团队协作嘛，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弄一些比较有特殊意义的吧，我觉得。曼玉在和陈梦双打的时候，在关键的节点挽救了失分，大家想问是怎么做到的？当时也是落后吧，然后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想着说坚决果断的出手吧。莎莎也是有个逆转局，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球不到最后一刻，其实你都有这种逆转的机会吧。而且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吧。我觉得身后还是有很多力量，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管落后多少，我都会拼尽全力的去打好每一分。大家这一次在奥运会有交换徽章吗？他可能莎莎跟梦姐前面比赛比较多吧，然后比较专注于比赛，然后我换了一点。回看这次比赛，在备战的期间，大家有遇到什么困难，是怎么克服的呢？有肯定有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从我们备战开始，封闭训练30多天，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准备到了奥运会所有的这种困难跟不确定的因素吧，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支强大的这种队伍的力量嘛。然后，其实不管是从训练还有平时，我觉得我们都在一起。所以说，我觉得真正在赛场上遇到困难了，我觉得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吧。比赛完成之后，大家对这场巴黎周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收获了就是今天努力了3年的团体赛的金牌吧。在这个阶段，有没有想要对一直喜欢陪伴大家的观众朋友说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中国乒乓球队吧，然后也支持自己喜爱的球员。我觉得其实确实在法国这种客场作战，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法国的观众看比赛还是非常有氛围的，但我觉得今天这场团体决赛，我觉得中国的球迷来到法国也很多。我觉得其实现场，我觉得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中国红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非常辛苦，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然后也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精彩的表现呈现给大家。莎莎，评价一下梦姐在你心里是怎样一个人？我觉得梦姐其实平时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其实非常熟悉，而且
其实我跟他也是从我刚出道开始，其实在一起打联赛，其实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说我觉得也非常熟悉，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要求自己非常就是严格的一位运动员吧。然后平时跟我跟曼玉，其实我们经常在一起打团体赛，然后他对于我俩的这种照顾啊，包括平时的这种交流啊，每天几点出发呀，几点比赛，我觉得都是安排的还是很细致的。然后他也其实起到了这种团队中主要的这种核心吧，我觉得，然后也是带领我俩一直在向前冲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其实从东京的周期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们3个人都是真的是心在一起的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莎莎在这3年当中的这种成长啊，这种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吧。从最初开始的那个特别可爱、特别天真的那个小莎莎，变成了现在的这种世界排名第一，而且在这2年当中，她的整个的成长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吧。我觉得在这种年纪吧，能够有对自己这种高的这种要求吧，这种付出，其实是对于青年一代其实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榜样吧。梦姐评价一下曼玉在你心里是怎样一个人？给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勤勤恳恳、非常努力的这么一个人吧。我觉得她身上的这种优秀的这种品质，其实是，其实很多的这种年轻人不太具备的吧。她给我感觉就是做事情踏踏实实，而且她的这种坚持吧，包括她的这种刻苦的这种劲头吧，在她身上其实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吧。觉得其实也是在从东京周期吧，包括到巴黎的这个周期，其实也是碰到了很多的这种困难吧。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也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上，哪怕是人生的这个舞台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期待吧。曼玉评价一下梦姐在你心里是怎样一个人？我觉得梦姐很不容易吧，尤其是在这一个周期，巴黎周期，我觉得，可能对于她的年龄来说，不再是像上一个周期那么当打之年，然后包括她也一直有很多饱受伤病的这种困扰吧，然后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再去，东京奥运会拿完团体和单打冠军之后，然后再到这个周期的自我要求，我觉得能够一如既往的那样高标准严要求，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吧。然后尤其是在这个备战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封闭训练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全力以赴，然后每一天的非常专注，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年轻队员很多起到榜样的作用吧。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曼玉评价一下莎莎在你心里是怎样一个人？我觉得莎莎她这3年还是成长和进步了很多吧，而且是肉眼可见的。然后我觉得她成熟了很多，然后也更踏实了吧，我觉得相比以前。然后包括对自我的要求，然后每一天的训练，然后都能感觉到她确实做得非常好。然后还希望她能再多开心一点吧，感觉她现在确实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笑的那么多了。对，我觉得可以再多开心开心。大家怎么看待彼此的关系的？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平时非常熟悉。我觉得我们即使可能也要一起面临竞争啊，或者说一起比赛，但我觉得其实下来，其实我们都是很好的队友，也是很好的姐妹。其实我们平时除了没有比赛的输赢的这种
因素，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在一起都是非常开心的。但当然，其实，在赛场上我们也有可能成为对手嘛，因为站在对面总会有输赢。所以说，但我觉得我们3个人其实面对我们之间的竞争，包括输赢2个字，其实我觉得我们3个都做得很好。其实也能够把在赛场上跟赛场下的这种关系，其实都能够分得清楚。我觉得在赛场上，我们尊重对方，然后全力以赴去拼，然后其实不管谁赢了，都会送上最美好的祝福。然后当然，其实，在下来生活中，我们也会在一起，聊天啊，或者沟通啊，这种我觉得其实我们做的都很好。这次团体赛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相互鼓励打气？有，团体赛嘛，大家一起努力去取得胜利，所以在赛前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每一场都会互相之间这种加油。其实就算其实我们在之间的在一起的这种配合，不需要说太多的这种语言的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了。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之间可能是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其实互相之间就会明白，就会懂。最后，对屏幕前一直喜欢观看我们比赛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感情吧。我觉得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为我们加油吧，其实还是想说，然后大家也非常辛苦，可能在国内的也会熬夜的看比赛，然后也会跟我们一起在战斗吧，所以说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吧，然后也祝愿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吧，然后越来越好，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全力以赴，争取以后都给大家呈现更多精彩的比赛吧。